组合之后，他们也越发能够找到更好的状态。因为感觉这个队伍之前就是灰八再来主做一个指挥版本的，现在有九哥之后，感觉辅助 RV Tech ACE 雨雨。 射手 RV Barry ACE 涛涛兔，中路 RV 安然9 ACE 修，打野 RV 灰八 ACE 小生。 单人路 RV 小张 ACE 狗神，下期赛的战火已经接近白热化，两支战队都希望今天拿下这关键的一分。我们也期待双方战队今天都有一个很好的发挥，选手们已经准备就绪，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一场精彩的对决。 好嘞啊，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首场对局了。其实我觉得咱赛前时间还可以，对吧？5点钟不那个15点钟开始，然后差不多10分的时候进游戏进 BP，对吧？10分时间还行，时间还行。啊，你指的是这个时间？对，我指的是这个时间，因为就是每次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兄弟在问说什么时候开始？对，什么时候开始？我知道流程要走多久，但知道兄弟们很还好，对，但你先别急，已经来了。咱们今天第一场 BO3打的也是开始的算是比较快的嘛。对，10分钟的时间准备嘛，就是有一个选手登场，然后赛前采访，看一下今天对阵的就是三局，对吧？赛程是什么样，然后还有关键数据的一个板子，基本上就这些流程，我们已经尽量的缩减了。家人们，已经是一个轻量化的状态了。因为其实大家对这个电竞选手有一些了解的话，其实都会知道他们的作息是没有那么规律的，可能是睡得相对比较晚一些，然后加上晚上要打很久，打很久，对，你要不断的进行你赛训的相关的内容，包括你打训练赛，包括复盘等等，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一个流程。你可能你睡得相对偏晚一些。第二天大家都想在这个晚点起嘛，时间还好，时间还好。对对对。OK， 我们来看一下首场的 BP 蓝色方 RV 红色方 ACE， 这所投的泰坦和魏基本上是固定班了现在，然后岩雀最近的整体表现还不错。对，最近的版本稍微削了一点啊，问题不大。首先把蓝色方的瑞兹拿到。这也是在线上能够给到非常多 AP 加成的英雄，而且现在盲僧也特别的火，红色方直接盲僧努努一起拿了2个找机会能力很强的英雄，对的，波比拿下，然后2个比较优质的 AD 都已经被 ban 掉了，那现在开在外面，其实女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女枪可以，再加上最近也会有一些选手去拿小火龙来进行打一个后期，不过飞机确实是在这个板子上面最优的一个选了。3楼如果不拿 AD 的话，可能在蓝色方的后2手要搬一下了。葵桑提不要 AD， 葵桑提。而且在鳄鱼还有的这个情况下，先把葵桑提拿了，也是相信自己的熟练度。狗神他的葵桑提熟练度还是能够信赖的，而且这英雄赛场表现还不错，确实。就哪怕已经削了非常多，包括他大招的一些数值，但仍然还能用。不过这英雄确实吃操作，所以在 rank 里面看到他的整体登场率来说，并不是特别高的。对，操作方面就看自己技能的衔接和流畅度了。看一下2轮班雪人辅助啊，他这个主要是这3个英雄全部拿下的话，已经相当于是定了位置了。很扎实，对，他就没有后续再摇摆的空间了。3个战士体系，但这3个战士一定程度上有一点点怕坚定风采。都有点这种被2技能克制的情况。那2V 这边其实也不太缺特别大的前排，有一个波比了，他们的这个输出也算是比较平均，而且这个波比看一下后续，大概率还是不会摇的，大概率不会摇，但是有极小的可能性，对吧？还是有分路上变化的可能性。阿卡丽搬，然后另外一边的话2个辅助，奥恩巴德，还剩下1手，被女枪也摁了吧？我觉得可以，因为你摁了女枪，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英雄去走 AD 位置。对，或者再搬一个 AP，搬了吉克斯，
那这就是走下路的 AP。吉格斯搬了，右边的话现在还可以拿一手像格温这样的英雄。对，感觉有努努之后，你不管是游走还是开团，整个的增益还是比较大的。我看有兄弟在问他那个手机充电不影响操作吗？我记得那个线好像还是网线，对吧？是为了保障你流畅程度的。多功能，就是它那个线不是只是用来充电用的，而且我们的设备绝对流畅。认准红魔哈，绝对没错，没问题。大家都可以线下，包括来到我们的场馆里看一下职业选手们打比赛，同时也可以自己拥有一款红魔试一试。对面名牌奎桑提，那我正面也可以拿鳄鱼来做，因为他俩的曲线还是鳄鱼在前面会更强一些。蝎子作为我们最近就是算新英雄吧，然后 rank 里面其实也还出场概率挺多的。我感觉我挺爱玩的，很肉，真超级肉。他就是对需要其他的人去承担这种爆发性的伤害。那这样瑞尔锁下了，然后剪刀妹。对的，我们解说的时候是可以看得到大家的弹幕的。大家都可以来聊聊天，留言，可以聊天，支持聊天。小火龙的话，那就补上了输出最后一块拼图。但是它很难活这把。对，而且右边阵容稍微核有点多，你这个前面的发育看看能怎么做的比较好一些。我已经想到了一个画面，就是瑞兹打团的时候开一个车把奥拉夫运进去。然后奥拉夫直接去找小火龙，是有可能的。一个3技能锤脸上，这个小火龙生存空间很差，因为 ACE 那边是没有什么能够保到后排的英雄的。对，而且这一场2个队伍选人都非常快啊，非常干脆。努努辅助是前3楼选完了就已经定了，因为奎桑提和盲僧的位置不太好变，所以只能是努努去辅助。其实有盲，就前2手拿下来之后，就大概率他也是走一个辅助的位置。但看一下阿威他的整个阵容里面，感觉最后一手补了一个开团性的瑞尔，然后前排的话还有一个波比能去扛。波比应该是打野的位置。看一下进游戏里他们怎么样选择吧。然后因为 ACE 他经常会给我们从阵容方面就有一些惊喜。ACE 他的阵容还是比较敢选的，但今天明显感觉到对阵他们蓝色方的阿威，在阵容方面其实也并没有走特别常规的路线。没错，今天也是做了一定 BP 上调整嘛。这个前面赛前采访的时候已经说了，是设计了一手。想要匹配到自己更需要的位置，我记得这个好像如果你开黑的话，匹到的可能性会更大。就可以拉着朋友一块玩啊！对你多排你肯定的嘛。对，但你基本上你3排大概率你碰到的就是双排的。其实双排就还好。对，你双排的话，拿到自己首选位置的概率就会大很多了。就不管怎么样，多人排位的话，反正有一个打野位置就比较好去带节奏。来了，进入到召唤师峡谷当中。看到有朋友问大虫子要出吗？已经看到预告了。开碟。先别急，而来聚焦咱们整场比赛，因为盲僧感觉选出来已经回到了咱们好像超级联赛刚开始的那个阶段，特别好用。他在前期不管是串联下路，还是说帮中路这种中野联动的能力都非常的强。是的，这把下路前期对线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努努这个英雄他不能一直待在线上，他肯定要去游走的。对，所以如果可以赶到他去游的时间，然后己方的打野肯定是跟着努努做事情的，就是那种小火龙如果说单挂线的那一点点时间里面能够做到事情的话，就会很赚。是，这就看小火龙他的抗压能力了。他本身线上在前期其实过得会相对难受一点。灵光炸弹再消耗一手，换血上面阿威是猛给你上强度，而且这边已经是2级打1级了，对，所以前期肯定要起点去输出一波，再吃个灵光炸弹前面基本没空过，浅叠一下。瑞兹打格温，那这个瑞兹在前期对线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感觉要比正常你走上单舒服很多。因为上单很怕抓嘛，你要把线控到自己这边。但是你在中路打格温的时候，你是可以稍微欺负一下的。毕竟是个长手打短手嘛，你说穿了，你还是这个对局。上路的话，奥拉夫和奎桑提这就比较看手法了，两边都有比较大的操作空间。扭一下无双驼斧的第3段，那看一下盲僧过来之后，还是先动河蟹，两边的刷野进度是基本持平的。没错。
这样再刷，第一轮也快刷完了，然后来上路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蓝色方的视野已经看到了，但是奥拉夫好像走的有点慢。有小兵交一个闪现，作用已经出来了，在正面直接逼到了自闭草丛的位置。是的，主要是也明牌知道你的打野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肯定要来下路搞一波的。这个对于 RV 来说的话，是我们前面看完 BP 就知道，他一定是搞下路，是因为。英雄联盟手游的比赛对线期是很短的，大概最多5分钟，最多5分钟。所以你在这个期间，如果说能干扰到对面非常核心的一个 C 位点的发育，就特别赚，没问题。而且两边打野位置上路下路各一个进攻线的发难，都是打掉了闪现。我们的线下场馆在上海五角场百联 ZX 道趣场。是在上海的朋友，或者说在周边像苏州啊、杭州啊，没事都可以来玩一玩、聊一聊。我们来这边打卡的话，应该还有其他的小奖励，还有个小称号。对，已经开始换线了。阿威换过来了，对，换过来，而且换到中线的话，努会更好游走。换到中线对小火龙的生存空间也会扩大一点，好太多了，好太多了。来了，门票不需要买啊，直接过来就行。咱俩好像那个主播，我们来带货来了，没问题。可惜我们今天上不了链接，确实。兄弟们可以多来线下，找开个集个邮什么的。瑞兹、格温去下路，但这个时间点的话，前期是属于风平浪静。虽然说下路在前期对线的时候，小火龙受到了一定的干扰，但是没阵亡就是好的。但入野区挥8反一个蓝，3v3，小火龙大招直接交了，但是只打到了瑞尔一个，这好像不太好留。天音波虽然中了，不过这个时间点，红四方的3个人集火的输出有点不太够。是，而且拉开，他有一个波比，这天音波中的时候，哪怕在团战当中都不是特别好踢上去。但是刚才如果说一旦打起来的话，虽然格温离他们要近一点，不过红色方还是会有点吃力。确实，因为格温的兵线会亏，而且瑞兹的状态要更好一些。而且你哪怕瑞兹后走的话，他跟你的支援速度是差不多的，他有一个大招嘛。是的，下路猛吃镀层，九哥上强度了，再爆你一头血。九哥今天拿的是小张的剧本，因为以往来说的话，有瑞兹这种英雄，可能小张拿的概率会大一些。九哥终于吃上这种进攻线了。波比在身后，这波应该是好闪，有机会杀的，有机会杀的，拿下。哪怕操作住了，但还是击杀。但是两个人全锁住了都锁住了。格温很难受，主要他的状态太差了，而且刚刚那个时间点没有叫队友过来，其实是可以叫盲僧过来帮一下、守一下的。那个时间点如果反蹲到的话，是有机会完成反杀2个。看班的位置固定到了，大招，但伤害不够。伤害不够，这就是前期的小火龙伤害始终是差一点的。但是2v2能够拿到这种局面已经算不错了，点燃交出去了之后，伤害应该是差1段，有点可惜。没杀掉，不过这波可以靠着自己的爆破来浅吃一下上路。是，吃2层的上下路都是一个进攻吃镀层的状态啊。对线方面，RV 在上路下路是都有领先的。看一下上一波的精彩回放，他做的已经很好了。躲了一手逼咚，但是你回身没有其他的办法去走了，而且2个人做到了灵活的扛塔。努赶过来的时候，黄二菜都凉了。那没招，他甚至用引针速射先把第一波兵线清了，这波就是个纯脏杀，2个人伤害够的。没办法，自己状态太差了。对的，当时但凡是半条血的话，可能都没那么好。FP 是目前我们分数最高的队伍，9-0，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TT 的7-2。现在场上打的 RV 已经算是我们第一梯队里面的队伍了，他是目前5-3的一个战绩。这一把如果说打 AC 能赢下的话，还是非常有机会去竞争一下决赛的名额的，会往前再升一个名次。而且经常看我们去年联赛的都知道，阿维在我们3哥的位置上也是做了很久了。看一下今年能不能再往前更进一步。盲僧过来了，小生想找机会，机会来了，大闪往回踢，这样闪现过来，是好像最后边缘烧死了，烧死了。这个活很关键啊。九哥倒了 ，ACE 正面直接去选择打龙，只能说恨自己大招的，就是画面持续时间太久了。对他这个动画时间有点长，没错。两边资源各拿一条，拿了资源的先锋的挥8先往上走。然后挥8是保着小张在打，这样的话他可以利用着爆破去打自己的节奏。上塔还剩下1000血，努推球过来了，不过这个球是个空球，而且直接被逼咚到了，反倒是自己有点危险。再接上波比大招锤起来，开坚定风采往前走，走不掉啦。还有一个大招，
一技能3段蹬回来，再加一个披露先锋，大招再往前一拉，交闪可以走，交闪可以走，后续还能再操作吗？坚定风采挡一下披露先锋，而且这个塔也要打掉。是技能的博弈做的还是比较精彩的，但上路的塔还是告破了。这还是面对狗神的时候没有特别果断的交闪，他如果第一时间交闪的话，状态都不会被打掉。是。 不过也还行，拖了一点时间把上塔拆掉。那现在奥拉夫可以开启自己的节奏了。中路瑞兹过来欺负一下小火龙，打的血量比较高，但是这个球疑似能中，而且小生就在旁边一波all in的技能打进去了之后，安然9，安然9，又丢了一命。他前面打的优势全送回来了，而且自己家现在掉2头，全都是9哥送出去的啊，有点尴尬哈。9哥泪目。 小生正面先找一下小张的麻烦，天一波中了，但队友就在附近，这个有点没太想到，因为感觉9哥就之前进攻打得猛，忒猛，但是还是能稳住的。但这2波的机会 ，ACE 找的还是不错。但是没办法，你不看我之前玩的是啥英雄嘛，对吧？这一把玩的是个瑞兹，还是要稍稍上点嘴脸。这英雄谁玩前期都很难一丝不死，就基本长这样，就基本长这样。你不是像阿卡丽这种有特别灵活位移技能，最起码有手段走的。 他是能走，但是他基本上每一次都是那个叫什么千粉啊，就是自己大招放出去了，但是身上挂什么点燃什么的那种，就属于正好被镜头看到。这波应该很多兄弟们可以装作没看见哈。你看见了吗？我没看着啊，那就好，当我没说啊。中路直接放先锋，2200的血量，400多的血，开始续个锤。 腿走，中路200血想拿掉，但是没兵了呀，就是想一波，反倒是被小火龙猛喷喷走了。现在其实场面上来讲的话，2V 的优势是有的，但是也不算特别大，因为两边经济差不多，他们主要是靠着防御塔的经济。如果说能把这个中路的1塔给拔掉的话，那视野差会拉开，会舒服很多，野区会更好进一些。而且看一下这个，虽然说中塔聊胜于无，但是就 ACE 它能让小火龙在中路再舒服的发育一波嘛。中路的这个格温加小火龙还是右边最关键的一套。身后有人，狗神在，有一个石像鬼，能不能换一个操作一下，再来一 A？ 换不掉了啊，伤害不够。小生发现了，就是面对 RV 的时候，只要不主动出击就可以，每一波都是实行钓鱼计划，钓来的都是大鱼，只要我稳住我的队伍就是赚的。你看这个中塔挂住之后，小火龙还能再往前推一波，他的1技能现在已经进化到第2个阶段了。 就看自己能不能尽快到175层。就很多兄弟们可能觉得这个怎么跟我们看着 rank 差不多呀？但其实，很关键的一点原因，比赛当中我们虽然说放眼已经比 rank 里面放的多很多了，但是对于职业选手来讲的话，你确实每一条线你要压线打优势，或者说扩大自己的优势的话，它没有那么多眼可以给你去洞悉，那你只能猜。比如说上一波盲僧，其实在那个草里面蹲了有半分钟的时间。 非常耐心啊！那他蹲到了的话，也只能说好蹲，也是等到了他的有缘人。是的，这种你敢舍下半分钟去抓人，然后在上路这个位置，其实有一些选手也不太能预判到。对，而且他们这个阵容的选择，福野、盲僧加上雪人，确实就是在前期会产生这种节奏。对，本身就是游走能力非常强的，下路塔也打掉。 现在只剩下中路的一个残血塔200血，找一波牵制这种中立资源的机会，2下就点掉了，很容易。是。那小火龙现在发育也好很多了，还是看后续的这个团战格温能不能捡出来，加上这个小火龙他的1技能喷的怎么样？没错，小龙已经在动了。你要守中塔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过来看这个龙，因为我们看即使2A 看似被找到了很多的失误，比如说9哥那2波阵亡，对吧？ 然后以及上路的反蹲，但是他们的目标其实是在打的过程当中去拖住中立资源，而且这一波中路被开到了之后，雪人是瞬间被秒掉，一脚踢的还不错，9哥血量很低，要往后拉一拉，而且哎呀，这个没看见，后续还有后续吗？走位把天波躲了，这下电工石火之间，对，今天这个只能说跟闪现没有什么缘分啊，第一把热手，原谅自己。而且现在的经济差除了账面上的5000块，感觉2V 在正面还是比较好找机会。
没有龙魂的压力了。但我们是专业的解说，还是要说一下，刚刚他的这个闪现没有闪过去带来的一些影响，就跟上一波可能有点区别。上一波其实没什么后续影响，是。但是刚刚这波如果他闪过去的话，把状态打低，队友是可以直接把兵线压过去拿下这个中塔的，所以说相当于少了一个 timing 点。也就是说 ，ACE 的这个小火龙还能在中路再继续安稳的比较发育一波。对的。我们还有老观众啊，看到有人说 Barry 以前确实是第一 AD， 没毛病。Barry 是非常有经验的选手，而且他那种托底能力特别强，已经是中路的中流砥柱了。2个辅助先正面磨一下血瓶儿，但都比较肉啊。那看一下，想去找队友汇合，灰八还想去入侵野区。现在的小龙两边一边一条，那对于 ACE 来说的话，他们可能也比较舒服吧，就是前期拿到第一条小龙了之后，至少是没有龙魂压力的。对，在第一条小龙那个进攻点找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这个用中路防御塔钓鱼，看他还能钓多久，看看 RV 会不会在中路去侵占更多的资源。对的，但两边的经济差其实维持在4000的话，他们是从前面的3000变到现在4000，没有扩大多少。对于有小火龙的一边来说的话 ，ACE 现在一定是想着我能拖下去，再往后打的话，慢慢的自己打团的优势会稍微大一些。但其实每次像团战一小拖，都会掉点东西。闪现打出来了，必闪。小火龙现在执行的是有大招就放，但是中路这一波压过来了之后，防御塔是可以点掉的。你看，就比刚刚晚了2分钟的时间去破这个中塔，是，还是占了更多资源啊。玉这边逼咚打上去，这波 ACE 可以追，可以追。灰八的位置有闪现，先秒一下，伤害差一点。灰八一丝血，还是被小火龙被爆死了。那正面的话还能继续再操作吗？2人9留在前面，有一个禁锢，修被禁锢到，往前想去顶，正面打出了一个把灰八击杀掉了，0换1。好像拿不了什么中立资源啊，不好拿要逼一下大龙吗？其实这个点位上面可以考虑的。但是打野掉了，其实是有机会的。不过奎桑提和格温的位置，第一时间还是要逼，还是要逼啊。脱开了，脱开的话会很亏啊。可以，就是你这个地方，如果说把对面2个残血逼过来打架，也是赚的呀。正面要接嘛，泰克想往前顶，正面先找到雪人的位置，火龙一个大招放了，但这个龙马上就要打掉了，看谁的龙啊？龙红色方稳稳的拿住，后续团战引阵促射逼走9哥的位置。边波再中了，闪现打出来，Barry 状态很差，哎，吸回来了，急有一脚踢回去，边波再中，好准的技能，但没有再继续往前跟进的想法了，上不了了。那很赚啊，很赚。打了灰八掉点的时间差，拿到了大龙，而且凭借着这个大龙 buff， 如果说能够把外塔推到就3到5座的话，他们是很容易翻盘的。你别说，还真让他们拖住了，包拖住的。他主要是你中期没有把自己的优势扩大很多。盲僧这一脚太帅了，留了3个人，然后打低了一点灰八的状态啊，这又给了一波回放还是那波，行。来看一下大龙 buff 要往前推了，不过现在其实你在推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小心一点。如果出现我们一开始说的那种局势，小火龙直接被切的话，他们有可能在推的过程当中输一波的。是的，要很小心去应对一下。泰克被打掉了半条血，小生就在侧边这个位置，有没有神之一脚？目前还没有。有一脚的说法吗？波比往后走一手。那这个大龙盲僧这个位置是有可能1穿2的。有机会，但兵线清的也很快啊，被找到了，露出来了的话就没办法了。守线吧，现在已经是推掉了3座外塔了，然后上路的2塔也推掉，已经拿下了4座塔。奎桑提现在身板已经非常肉了，中路借着大龙 buff 再继续给压力。哎，我进来了，我又回来了，不断的在拉扯之间，中二塔已经掉了，拿了5座外塔。那这条龙还有说法吗？灰八想找一个进场的位置，但自想留人，想留人，但不太好留。小火龙又放大，蓝色方的这个阵容留人手段差一点，你只有靠瑞尔急涌进场的这一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开团效果。再加上他们的阵容吧，虽然说你有像后期兜底的瑞兹这种英雄，但是波比、奥拉夫、瑞尔这些英雄都是在中期的时候需要去打优势的。是，不过呢，在中期的时候他们没怎么打起来。在中期唯一打的那波团，灰八掉点了，对面拿了个大龙。现在的最近2、3分钟都是 ACE 在不断滚起自己的进攻雪球啊。看似经济上 RV 还有微弱的领先，但其实 ACE 已经好打很多了。这800够干啥？感觉赢面现在应该是就是甚至比46开还要再高一些。是，
有点3-7的感觉，因为右边的这个中路和射手双 C 太扎实了。现在还是看正面团能不能操作啊。奥拉夫强势，奥拉夫需要找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正面过来就是蓝 buff 打了一波，泰克的血量比较低，他其实有点虚肉的，他走的比较慢。是，你看像这个成型期小火龙的情况下，喷前排还是挺快的。而且你看小火龙和飞机的经济已经差不多了。3件套在手，有一个金身，你想切他也很难切得死。小火龙已经200多层了，242层啊。怎么说？感觉离胜利越来越近，是越来越近，但越在这个时候越得稳住啊。右边虽然说他的开团能力会更强一点，但其实在现在小龙直接放掉。大龙区还有10秒钟刷新，这个感觉得做文章。是，而且我其实不是特别懂他们为什么放这个小龙，而且感觉这个大龙出了之后，先打的会比较吃亏啊，还是得通过大龙来逼团儿。奥拉夫去找回桑提了，正面再留一下，反身晕2个，晕2个。哎，锤飞1个了之后，正面想开起来了之后，伤害非常的高，直接把盲僧给灌死了。盲僧被秒了。小火龙身上是有金身的，先脚闪现往后拖，闪现在边上，坚定风采还想继续去留，再逼动一下。金身还没有逼出来，而且身上还有一个净化的，龟巴自己的血量有点低，开坚定风采加速往后拉。正面有个金身能留人，修交了闪现，没有被击杀掉。小张援护一下龟巴的撤退节奏。但是 RV 的整体血量已经非常低了，这波没有办法继续追。是，主要是在第一时间，小生直接被秒了，灰巴还是找到了一个万中无一的机会。但这样的话不是好打大龙啊。他们相当于是拿完了这个人头之后，拉扯太久，去逼大龙，他们必须得逼大龙，状态补的差不多了。但是这波。滔滔兔是有点无压力出头，而且大招打的位置很好。波比续完大招之后得撤了。滔滔兔的这个叫妈直接把对面4个人给逼走了。如果说刚才他们可以再收1个的话就可以，但是现在 AC 接盘了。大龙怎么说？你必须得过来，打的速度非常的快，你必须得过来。但你过来的话，大概率还是打不过。大招换大招，再锤走1个，锤走了2个人，锤走了关键输出小火龙。那正面小火龙没了，玉血量很低。直接被瑞兹收下这个人头，这很关键啊！打断了掉大龙节奏。是的，哇，这个锤把滔滔兔给锤走了。没有小火龙的情况下，正面 ACE 是不敢接团的。还想来，2、3、4，再来一次嘛！少1个人的情况下，但你对面打也不在啊，也在正面。现在蓝色方只有 Barry 的状态比较低，如果这波 ACE 真的动到底的话，感觉他们绝对吃亏啊！先拖开，这个是明知的千万别着急。远古龙在旁边也已经就位了，波比在动，正面队友要演一下。拖一下 ，Barry 过来帮忙打的速度是比较快。你打大龙，我打远古龙，这个交易其实是可以的。当然，如果正面没有人过来干扰远古龙的话，也可以让飞机自己打，波比过去抢一下。但是有3只已经过来了，正面先打，找滔滔兔的位置，滔滔兔又被秒了，金身锁血之后，队友在保，不过没办法，配合着远古龙的 buff 直接收下了，而小拉夫还没死，泰克上来吸住，狗神有点难走了，只剩下1个，虽然交出闪现。但是被粘住了之后，灰巴一直在旁边披露前锋，但有远古龙龙血呀，3个人，这个只能说，输在经验，好可惜啊！因为正面的局势上来说，如果是水平上差距不那么大的队伍的话，刚刚那一波拿完优势，就拿完大龙的优势了之后，反推已经能够去凭借着那波优势终结比，还是有点犹豫了，直接点基地就行。恭喜2位成功拿下，是。而且也是一个在中期稍显落后但完成翻盘的一局啊！这把要说成也奥拉夫，败也奥拉夫，对吧？前面的优势没有扩大开来，可能说确实跟奥拉夫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最后一波我们看到了，他如果找到一个机会能够直接去瞄准小火龙的话，就是可以在旁边有队友的情况之下，依然直取小火龙。这个游戏打到那个阶段，已经变成了小火龙保卫战，右边就是拼尽一切能力把小火龙保住。你看金身也放了，那左边就是你把小火龙击杀掉就赢了。而且你正面是3个兄弟，我在打你正面大龙区的这波团战，在下面悄没声的灰巴又把远古龙拿了。但问题是小火龙不吃控，就是换句话说。那个奥拉夫他直接把这个诸神黄昏开出来了，不吃压力，就你旁边几个人在没关系，我就瞄准小火龙打就行了，反正我身板也够肉，对吧？你也没有办法在小火龙金身开起来之前把我秒掉。对，现在奥拉夫感觉
出到第3、4件都会出那种辉耀美德，再续自己坦斗的装备，包括第2件可能出钢臂嘛，他也完成自己的任务。虽然说开了诸神黄昏之后没有自己双抗加成，但其实你在那个阶段下，你切一个 C 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绝对没问题。而且红色方本来输出点比较集中在 C 位身上，所以旁边能够围着 C 位站的人，大概率能给到的帮助相当之有限。我还是觉得你那波打远古龙的决策，你就对面开始打远古龙，你转头去大龙，你可能路上也会耽误一点时间，你打的速度肯定是没有像灰八包括飞机2个人去打远古龙那么快的。他们反应慢了，对，因为那个时间点在中路周旋的时候，他们的状态是好的，但是没有直接去远古龙，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已经在打了，而且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反应过来了之后，觉得再过去来不及，那我至少交换资源，就想着及时止损。但是再去大龙的时候，发现那边远古龙 buff 已经拿到了，而且小火龙漏在了一个危险的地方。我们前2波在看的时候，其实在大龙坑，小火龙是在龙坑上面输出的。对，那个时候波比虽然切过去了2次，但是波比一个人的伤害肯定不够。奥拉夫没有找到过好的位置，但是这一波奥拉夫直接围着小火龙就打不了了。明显感觉急了。再一个，就像你说的，前一波还是灰八关键的一锤把小火龙给锤走了，导致第一时间他们 AZ 一开始有一个能拿大龙的机会，但是那波机会也被2维给化解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感觉 AC 有点太佛系了。他们打的就很多时候在让东西，比如说第3条小龙，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优势了，为什么不拿？对，如果你去拿了之后，就相当于你把中立资源告诉你，这些中立资源我优势的时候我都要拿，而且红四方更好站位小龙，这个是肯定的。确实啊，就你在天然优势嘛，你已经就是转劣为优了，但是没有去控小龙，选择放掉那个资源再发育一下，把技能等好了之后再去大龙，然后大龙打完了之后自己缺了一个人，然后他们当时又没有借着对面的整体状态更低的时候去开，所以就导致好像打到后期对中立资源的这个选择吧不够坚定，就有点犹豫，对那种关键机会，包括你说的关键中立资源的敏感度没有那么够。因为就像2波大龙的机会，就第1波他们是稳稳抓住了，然后打了一波推平，甚至快到高地的机会嘛。这波之后，甚至感觉有点阿威有点惊出一身冷汗的感觉。但后续的话，他们就又抢回来了，就只能说你看，就像你说的，灰八他对于这种关键资源，我到了位置我就是开，哪怕我拿了一个波比，并没有特别野合，甚至说打龙速度都比较慢的英雄。谁说波比跟豹女有什么区别呢？对吧？就感觉在他手里是一样的，盯着你 C 位就上去砸，而且这把的几波机会基本上都是他在野区逼东找到的。对。抓了2次，我印象里面特别深的是他前面2次抓努努，那2波虽然说没有拿到特别多的东西，但是也让对面没有办法在中期起节奏。盲僧已经在这一局里面算是中期节奏把握的很好，但是后期有点灭火了。然后小火龙发育的比较到位，但是奥拉夫确实克制他，所以打到后期的时候，你的制胜点其实就是靠着这个奥拉夫去找小火龙，是，然后被他们找到了。来看一下吧，赛后数据面板20分钟13秒结束的这把的输出最高点，可以看到小火龙打了5万多的输出，他是一锤定音的感觉啊，后续都是来集火他5万1，这也是最近几场比赛当中小火龙发挥非常亮眼的一局，但仍然没有办法带领队伍赢下胜利，没拿下。但是你看中期的时候，经济差距在我们那个经济曲线里面可以很直观的看到，15分钟已经凹回来了，对，15分钟多一点的时候已经完全拉回来了，红色方完全打平了，但那一波连推5个塔呀！对啊，甚至说他们在前期做的也很好，就是让自己的中路和下路也能够发育到后期嘛。看一下 MVP 还是给到了灰八，哪怕拿了波比，我仍然是 MVP2-1-5的 KDA，14%的伤害占比，102的伤转，78%的参团率。这把感觉打到哪儿都有辉哥。伤转是102。这个对于波比来说已经算还可以了，因为他出的是除了3项之外，你可以算他一身肉装。对，璀璨回响啊，双抗什么全都加上。他甚至有一波就是自己就只找小火龙，就只是差一点伤害没有把小火龙处理掉。对，我们先来算一下他的节奏点啊，在前期帮助下路去建立一个对线的优势，去拿下路的防御塔以及镀层，然后在野区里面辅野2v2的时候，他能够比较精准的去发起比较果断的先手，就是节奏的带动器发动机。嗅觉真的很敏锐，灰八确实是现在打野里面哇，真的太强了。肉食性波比啊，虽然这一波他倒了，这波应该对小火龙给烧死了，对，烧死了。这个时候小火龙就已经成型了，然后到后面的情况下，找了一波小生的机会，联赛第1也是没问题的啊。灰八真的太强了，关键是吧，他不止打得好，他还能指挥。确实，全能型的人才。就你这种你指挥其实已经占据非常大部分的精力了。刚看到有兄弟问咱们兑换码是什么？
是这个新锐破阵啊，再给大家说一下。那打到后面的时候，基本上每一波都是靠着他去开起来的这个节奏，因为他们家除了他之外就是瑞尔，但是瑞尔这个英雄在英雄联盟手游当中，更多的其实他不是发起第一先手的那个。对。就是可能他的动作太长了，而且他开先手的距离有限，所以很多时候是别人先开了，然后他去跟上去，或者开那种龙坑区的团战，他可以做第一先手。就你得有一个人先打响第一枪，把这个注意力给吸引过来，瑞尔才比较好去出手和做事情。确实前摇很长，然后而且就是他这局感觉就吸伤害的能力做的比较足，再加上补一些第二控制，他扛了很多，扛太多了。你过来感觉就他伤转，就是他那个成伤啊，成伤占比。每次被击杀的这个伤害应该是比较高的。中期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每一次镜头切给他，满血变半血，满血变1/3血，然后但基本他每次团战都不死啊，锁血锁的是挺好的。就你甚至说，就这两套阵容，你明显感觉到 ACE 拿出了格温，拿出了小火龙，他在中后期是完全不缺伤害的。但你有没有一点感觉格温有点隐身？有点隐身。打到后面的时候，就全看小火龙一只。我们甚至是没怎么注意到格温的影子。不过小火龙这把打的确实挺好的。小火龙太亮眼了嘛，有点遮蔽他的光芒了。就这种你在队伍里面也是比较合理的。还是2V 啊，就是这种比较有韧性，因为你在面对比较困难局面的情况下，你有一个人是能够站出来破局的。就你在劣势的之后，灰八最起码站出来了2波，而且是最关键的2波。对的。我先把对面的打野给击杀掉，然后第2波自己去。配合着飞机，配合着 Barry 把勇猛龙给拿掉了。ACE 加油啊！我是觉得他们第一局打的算是挺好的了，只是可能后面有点犹豫，就不够果断吧。很多时候，如果真的很好。对，如果说你能保持着前面的那个劲儿的话，其实你打强的队伍还是有机会赢的呀。对，其实他们来到联赛当中第一场比赛，是我姐说的，当时就觉得他们选阵容上面。是很敢选的，因为选手的平均年龄都比较小，03年、06年，基本上是可能算是我们这个年龄最小的一支队伍了。但其实你拿过来之后呢，就前面肯定会有一些，你面对像 FP、面对像 TT 这样的队伍，你肯定前面其实进来的强度会比较大。对。但打到现在来说，你最起码能跟2V在中期的时候，我有能力我去一战，或者说我能把自己的阵容象性发挥到极致，也是一个他们进步的情况嘛。没错。所以期待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把自己的那种游戏终结能力再练一练，确实就是自己能拿的优势已经是迈一大步了，但自己这个优势转胜势去怎么滚，这是他们后续要再考虑的问题。但是这局看2V来说，就真的很稳，真的很稳。他们是处于在比较劣势的情况之下完成了翻盘，虽然经济上面一直没有落后过，不过他们当时的场面真的没那么好打。就劣势怎么出的你别问，但是对，但我能打回来，没毛病。OK。我们的下一局也要马上开始了，镜头切回给选手。现在对于2V来说的话，要好好想一想，就是对面这个打野在前期对于我们边线的一个嗅觉也很敏锐，然后在中期的时候，其实自家的 AD 打得也很好，那怎么样去调整一下，下一局打得更谨慎一些，其实是2V要想的事情。因为在第一局已经让对面去抓到一些机会了，也就证明这个对局对 ACE 来说还是能够有在同台竞技一较高下的可能性的。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好状态啊！而且看一下镜头给到张哥上一把打的应该挺冒汗的啊。最后一波晚尊了。找到了最关键的人，对，闪现嘛，就是用对地方就可以了。他最后一波直接去闪现切到小火龙的脸上，就这样做就对了，完成了自己的救赎。闪现的正确使用方法。对，我们是直播啊，兄弟们，上一把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对吧？对，都可以弹幕咱们聊聊天互动一下。我是觉得上一把挺好看的，你能看到失误的同时，你也能看到在面对着。就是对面优势的时候，对面劣势的时候，自己家怎么去调整 ？OK， 我们来看一下第2局的 BP， 依然锁头先搬。泰坦现在是感觉辅助里面和时光算独一档了，他是取代之前巴德的位置，他是跟红色方时光的这个地位差不多了。现在锁头还有像朗姆、魏和朗姆，然后包括青钢影也是在板子上面的。我们用的是红魔，我们的设备红魔11S Pro 系列，大家多多关注哈。也是见证了红魔的各种旗舰机型的迭代了，越来越稳。周年庆是在7月25号，还得且等一阵呢。咱先把这个赛段看完。对，给到各个战队的还会有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间去在
精进自己的积分，往周年庆的这个总决赛再进一步。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得到回复了。我们先来看一下 BP 啊，这边是把岩雀搬掉了之后，双锁头加上辅助的时光，然后现在各个队伍里面都在这个赛季一直比较喜欢的鳄鱼也搬掉了，还剩最后一个班位。对，鳄鱼在第一局没有选到，第2局首轮班蓝色方给处理掉了。那后续的英雄可能像兰博，甚至说卢仙啊，对，卢仙，还有射手位置卢仙。那 EZ 是开出来了，EZ 在。上一把飞机烧掉了，那现在最优质的选择应该就是 EZ 和女枪，还有霞。虽然霞这个英雄吧，怎么说呢，就是比赛里面他可能是一个偏保守的选项，但是很多时候还是会选的豹女。这是炙手可热的 AP 打野，而且 ACE 这一手也是以抢代班，因为这个英雄一旦拿到灰八的手上的话，我们也说他确实是名副其实豹女名场面最多的选手。确实啊，伊泽瑞尔，2V 的 A 选 ，EZ 拿下来没问题。双边路的情况下，现在有卡米尔，包括朗姆，自己要不要拿？朗姆先拿了，去提一下节奏。对，还是要找一个稳定锁头的。但是朗姆，我记得之前在2V 的比赛当中，其实安然9是有用的，都有。所以看一看这把的分线，他们在红色方其实可以做一手摇摆。对，而且你单出一个朗姆，他的锁头没有那么好命中。左边 AC 也是一抢代班，又把卡米尔给拿下。那这2个现在算是边路上面优先级非常高的了。青钢影加上豹女，但是有点可惜，他们在蓝色方没有办法双拿，要不然的话，如果是他们在红色方，然后并且蓝色方没有搬鳄鱼的话，鳄鱼加上豹女一定是最好的组合。对，恶豹前面节奏也够。拿霞了，那这个霞怎么说？因为你这一手不拿霞的话，下一手霞和女枪都没有。而且有朗姆在的话，霞确实是最好的选择。确实能躲锁头嘛。第3手拿到赵信，那这样右边还是比较缺 AP 的伤害的。看一下 ACE 区怎么样进行针对。RV 这一手能够搬的还有像狼人或者说狗熊这样在边路位置优先级相对次一点的杰斯还有杰斯。左边的这个青钢影是有可能走到辅助位置的，所以还别说，还是要搬一下。是，因为青钢影可以上中野辅，他除了 ADC 剩下都能打，有点当年筒子的风范了。没毛病，这个英雄的机制在，那江山在，确实。但如果他配一个加里奥也不是不能打，加里奥加上青钢影，这常规的强人索难体系。巴德也在，巴德被摁掉，他可能防着你去打吧。那看一下，如果害怕的话，扇子妈也可以搬，毕竟扇子妈能补一定的 AP 输出。扇子妈，而且还有这个配合下路 EZ 去打伤害嘛。现在还有兰博和狼人啊，炼金术士，这个也是中路算比较赖的英雄，可以搬2个软辅没问题啊。搬了扇子妈。那对于 RV 来说的话，可能辅助位置你想选一个那种压线能力特别强的就比较难了。而且刚刚其实，在 BP 的时候也想到了有奥恩这一手，但是奥恩不用搬，因为你拿奥恩，我可以拿布隆。算是一个英雄机制上面可以 counter 的2个英雄。而且这把布隆的收益会也很高，非常高。对面的 AD 是一个 EZ， 如果说有布隆的话，你挡掉了羊的同时，还有机会去收一些其他的那种 EZ 的 poke。羊啊，精准弹幕，包括朗姆进场都得掂量。奥恩锁了，那这个阵容还是比较扎实的。看一下左边 ACE 的阵容选出来更加灵活，看一下这个豹女能不能去更好的做事儿，配个豹女做事儿的英雄。这布隆直接拿就行了。布隆直接拿。还差一个边的位置，感觉没有鳄鱼了，有狼人算是稍好一点的替代位。他们可以选一个上中都能走的英雄。狼人是但是狼人可能不太能走中。如果能摇的话，那样可以让钢影去对线到对面的这个安贝萨，塞恩可以，那就不摇了，你直接拿塞恩，那就省事儿了。而且支援速度会更快一些。那阿威的最后一下，感觉是要给这个这么快吗？假的，这个的没位置选了呀。
因为他正常还会有一手去走辅助或者说上单的这种选择。对，但现在奥恩也拿了，那你要走上单的话，有点缺伤害啊，没伤害呀。因为你朗姆也不是那种伤害特别稳定的英雄。哎，不会真要锁吧？哇，吓我一跳！我就说这个东西他选不了，绝对选不了，肯定要拿一个 AP 大盒。龙王是可以的啊。给九哥去拿龙王吗？没问题。这2把九哥拿的都是这种后期能够去打伤害的 AP 大盒。对的。龙王这个一拿出来了之后，瞬间立体了，那就没问题。这个阵容一看就非常的合理，包括你的朗姆和奥恩补的就有点锦上添花的感觉。而且这把两边的阵容其实都挺好的，各有各的特色。这该说不说啊，刚刚那手蝎子其实也有点逗到我们了。逗逗你的呀。节目效果这一块还是做到了。那 ACE 这边你最后补出了2手，一个布隆加一个塞恩，你整个的这个团战属性是比较够的，但感觉他左边还是伤害怎么打，这个前面的布置感觉没有像上一局的比赛后面有2个稳定的大盒这么就是能够有指望。但他们这把要打前期的节奏了，毕竟有豹女这种英雄在，对，豹女加青钢影，前中期肯定是要去滚雪球的，要不然你均衡发育，打到后期这个英雄。它的象性是不对的，确实，而且对面还有个龙王，这英雄打到后期太猛了，你没办法跟龙王这种有龙王的阵容去拼绝对的后期实力。今天灰八不玩野合嘛，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一局豹女被蓝色方先选了，所以你要是从剩下的阵容配比里面去挑一个出来的话，可能没那么好挑。那他去打一个开先手，配合着辅助，跟上一把承担起波比加上瑞尔一样的职责，然后把打输出的重任交给自己家的双 C 以及上路，对，也很合理。而且像这个还有 AP 打野岩雀也被ban了，菜 AP 的没有特别好的选择，已经做到有效针对了，在 BP 上面。来看一下咱们 BO3 的第2局比赛，目前红色方的 RV 是1比0暂时领先的，而且上一把是我觉得严格来说算是有点翻盘的局面，翻盘绝对的翻盘，虽然经济上面一直没落后。好，现在一个小走位，有一个秘术射击，正面上来了。奥恩在前期1级上来讲肯定是没有布隆强的，但是整体你配合上 EZ 的话，等级稍微高那么一点点，这个组合的压线能力就会比你匹一个布隆要强很多。是，但其实面对布隆，伊泽瑞尔也是一个比较好偷伤害的选择啊。红色方有绝对已经过来上嘴脸了，有绝对线权，直接入石头人儿打一下石甲虫，先偷一个小的，没毛病。红色方现在前期有线，基本都这么打。两边的刷野是一个镜像刷野的开局啊，就看豹女下路来的时候，刷完石头人能不能帮着。这个组合很难做到事情，就是你想要去配合着下路去做事儿不太容易。我感觉豹女的节奏点应该是下半区刷完了之后，等着回家补完状态了之后，来到上路看看能不能做一下事情。它需要那种稳定控制的，你看像青钢影到5之后是可以的，而且豹女比较喜欢的节奏是。等着3分半到4分钟左右的时间，自己家的下路换到中，换线之后，对2路的边线你刷到哪里就可以去找一波机会。这直接这有点过分了吧？战术横扫扫2个，直接交闪了。泰克有一个智力冲锋可以往后拉，逼走，打出了 Barry 的闪现，这有点过分。就你仗着有线权，你不能直接来打河线，上来给一波嘴脸，给点压力帮自己的下路去创造一点对线的优势。还是聚焦下路啊！这个局的下路对拼是非常重要的，包括3分半左右换线之后，蓝色方主要就是看前面小生的这个豹女能起怎么样的节奏了。他首先得先稳住自己的发育，如果是能抓到。豹女又来了，又来了，给。啊，不是赵信来了，赵信又来了，就是豹女走了之后，赵信过来看一眼。两边打野都想频繁做事儿。那红色方也是有眼看到了豹女的位置，对，而且刚刚扫了一下，也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是有视野的。对，中路直接交大招过来吸一手，叠一叠，叠层数，才刚所走了。龙王前期还是要安稳的发育一下。两边都有这个，这还是龙王更需要发育一点。没错。这个阵容前期感觉对线期很难发生什么事情，先都发育吧，已经换线了，
这把换的比较早，在3分钟之前已经来到了中路，这是抓了一个非常好的 timing， 先过来，因为确实在下路打不太过。 这样两边的下路双人组的发育基本是持平的，但是狗神这边有点正面对线的打安倍萨的话，被他吃镀层也很正常，有点抗压了。赵信过来帮一手，但是也就是过来看一下，没办法正面打，毕竟有一个布隆在。现在找节奏的话。 红色方感觉可以入侵野区啊！朗姆现在是有绝对线权，看一下赵信呢想不想在上半区去做点事儿。这局的节奏比上一局平缓了很多。还是跟阵容挂钩吧。这阵容前期也很难做出来事情，尤其是只有打野帮到任何一边都很难造成击杀，最好是多一个辅助过来。 但是这种局面对于红色方来说是更能接受的，因为左边的打野是暴雨，相对前面是有一些进攻压力的。哎，这个大招他刚刚是做了一点点的预判啊。冰川裂隙虽然没砸到，不过好像砸到了也杀不掉，这样打一下，不影响。反正在双资源之前也是可以赚好的。 狗神找机会就是一直用技能去清线，小张也确实没有什么办法，但他可以把狗神的蓝打光了之后去吃镀层，是，就主要是亏点镀层，狗神也不亏啥别的，但亏镀层就已经不太能接受了。老司机这英雄也需要发育一下，小生前期这个豹女现在已经刷到7级了。 边线上面始终没有给到那种露出来的比较方便去gank的点位，都不太好抓。而且你换到中路之后，感觉霞的发育明显就舒服很多了。你再等一会儿要双资源了。还有半分钟左右，朗姆能先动，看一下要正面先打起来吗？要开团的话，阿威这边的正面团战能力、开团能力会更强。他只能 poke。 野区这一波要过来抢一下 F4， 张信捅了一下，直接把人逼走。保卫战，做不了事。塔镀层即将脱落。半分钟的双资源，装备都做的七七八八了。两个辅助相互之间的 poke 也很心酸，因为基本上打不到什么血量。虽然右边有龙王，但其实第一波资源团的大团战作战能力右边也不弱呀。不弱的，有朗姆，包括有 EZ。 甚至说，在这个点上的回拔也是比较能打伤害的，看他们怎么去选择资源了。被最远距离敲起来了，护盾炸一下，打了点伤害。两边依然是分吃啊，那还在发育。那对于二位来说太能接受了，太能接受了。那前期就不打架了呗。这个赵信拿出来了之后，本身他在前期也不需要去做很多的事情，确实，自己家的 C 位都需要发育，想直接放中路。 先锋拿了就已经放了，撞一头，还剩个血瓶儿。精准弹幕再扫一下，中塔还剩下600血，看看防御的怎么样，大概还需要1到2波时间。泰克准备直接上了，熔铸之神召唤撞起2个人，哎，不是，匣把大开了，倒钩的效果不错，想激活 Baron， 这个墙在哪里？刚才可以收的。哎，张哥以进为退，但自己伤害完全不够，有个闪现。 这已经凉透了，确实没办法。但是队友赶过来之后，看能不能做一个支援。能留人吗？有点难，因为过来的是辅野，他俩的伤害不太够，而且旁边的双二路已经赶过来支援了，是，只能先撤。打到了7分钟才出1血啊，这把节奏是非常慢的。 ACE 虽然刚才是去下路帮忙支援了一手，然后自己家有一个1血的优势，但是因为对面拿了先锋，而且中路刚想要过去支援，稍微空手了一下，导致中塔掉了。那个600血没有锁住的话，这个中塔掉了，很有可能要比你拿到这个1血更有价值。是，唯一的这个安慰就是这人头是给豹女了，是左边最需要发育的人。但其实还是挺亏，中塔掉太早。 掉了中塔，就算拿到了1血，自己的经济相比于对面的打野来讲还是落后的。老司机的大反甲已经做出来了，现在基本上路扛压都做这装备。旁边是没人的，大招扫一下，
把自己野区也保下来。你说这波灰八有没有可能是打上去效果是有点装作自己的身后其实是有人？是有千军万马，赵信就得这么打。这么一举到了一个修啊，张哥好像没闪，好像走掉了。张哥走了，张哥，你别说打挺赶的，闪现过来，3技能想硬留人，最后一下伤害有一个引燃，一脚带走，2只脚带走了。后面剩一个辅助啊，没办法，他也只能直接冲往后走，没有办法去帮。那下塔放掉了，感觉张哥这2局的状态，张哥状态。2V 是借势互换了一下边塔，自己拿了上塔，丢了下塔。现在账面上2V 还是有领先，而且自己的中塔对面始终推不掉。你让这个霞本身手就短，再加上兵线也站不住的情况下，这个中塔能存很久。龙王那边已经2件套了，但你看龙王的这个一直在猛发育，始终是让最好的线给龙王吃，优质线。对，张哥这边也有理由，我吃的全是烂线，过来入侵一下野区，这就是中塔被推掉的一个边际效应。野区里面确实不好进了。在局面上面还是 RV 小领先呢，还是小领先一些。对，主要看这个龙王的第一波发挥啊，看自己有天赋之后团战打得怎么样。但你别说，选到豹女之后，边路确实配合队友做到一些事儿。自己也2件套了，豹女。来中路守一下线，自己的防御塔还是很安全的。这里直接跳出来了之后想去开风险隐疾，但是没有办法去躲这个控制，反倒是青钢影一撞的效果比较的一般，正面再跟回来一个，伤害还是比较爆炸的。豹女先把一字给切掉了，后续张哥再举了一个小生，天铺砸下来，伤害非常的爆炸，后续还能继续往前喷，拱神顶在前面。灰八还能再继续往前顶，3技能无畏冲锋往前。张哥要做自己的舞台了吗？但自己被控住了，张哥又被抬起来，张哥被无限控了连续2秒钟，但是没关系，刷了盾之后还是能够成功走掉。霞开启大招，规避了一波比较致命的输出，但是这一波安忍者喷爽了，没有人碰到他，甚至他打一波是满的。主要张哥一直在前面找镜头感，找存在感。人头交手上打了个2换3。那关键是龙王拿到头了，吃到肉了，而且 Barry 在阵亡之前其实是算把伤害打满了，打了一些输出的，但是豹女盯住他去打也没办法，而且第一时间他的血量也稍微低一点。确实，青钢影刚刚上的是有点着急的，他锁了一个辅助，应该是，就是你通牒通到辅助了之后，自己直接被集火死了，导致队友在打的时候相当于是人少打人多。狗神你在干什么？进场之后蓝色马龙抢到了，抢到后续呢？降阳被直接没收掉了，但是没收完了之后，这波团有没有机会继续追击？闪现被布隆的被动给晕住，后续还有可能吗？不想再继续追击了。2人9是没有天赋的。哇，这波团打得好，杀人掠获。进来先把龙抢掉了之后，还反身收掉了对面的灰八。哇 ，AC 这波好果断啊！谁说自己我们不果断的？直接豹女一个扑把龙抢了，很果断，而且刚刚是一个正确的辅助 counter 关系。是，对面敲起来了之后。留在原地，释放了一个大招，但是救不下来呀，这个时间有点久，甚至自己的2技能都没办法进行反制，那直接逼大龙呗。同样的剧情，赵信活了，能不能拖到赵信过来是关键。哎呦，这大招就是他们刮得非常的好，非常不错。再往前顶过来，把奥文给顶起来了。小规模团战，龙王持续不断的去给输出，雨雨的血量已经降到底了。9哥越墙过来，还想再继续喷，但自己没蓝了呀。没蓝了。那没办法，后续追击。Barry 的蓝量也非常低了，不过这波成功把人逼退了之后，防止了 ACE 的大龙节奏。是，把大龙节奏断一下。ACE 这个大龙开的也非常果断，RV 的应对也比较及时。看一下上一波的打了个干人头。这是给到的第一波第一时间，青钢也是踩辅助你看在大招的极限距离没锁到。然后修是率先阵亡，这算是青钢影进场的吃了一镖之后，虽然在往回走，但是没办法走不掉了。那后续张哥是把他给留住了，然后9哥一个大招毁天灭地，我很难想象龙王打了多少伤害，而且赵信也是3进3出，打得像个刀妹。而且你别说，就张哥的这个突进，去把2个人都留在塔下了，没人管这个2-9。tag 上去，刚刚也是做到了一个换扛，修有危险，队友直接踢过来，狗神救援，很泪目，成功救到，人头比现在5比3，经济上面
打的不多，但是有点肉啊。不过这两个人杀是够的。旁边有豹女，有豹女一标中了小张。小张这个血量能不能锁住？没锁住，后续感觉改天换地了呀！一捅再捅回来，赵信比较能打，配合着一个狗神自己丝血金身锁住。但是泰克这波只能卖了，没办法，他自己也要被留住啊。上野的一个互换，听牌小龙这把绝对有说法。是，虽然对面有龙王，但是这边疑似有机会有龙魂。确实，这个龙魂看看是 ACE 后期一个最大底牌了，而且这波虽然换过来，但就感觉狗神还是前面比较能扛的啊。不过狗神这波没走啊，那你残血不回家，残血不回家要给龙王去奶一口了，有点不给对面面子啊。那这边是右边最能接受。中路 EZ 想要去通牒，直接交出来一个金身，规避掉伤害了之后，再接上龙王天扑去保了一手，球被举起来了，直接秒了。他们的想法是 OK 的，但是金身的反应速度很快的同时，龙王在下路打完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来支援中路了，这个也说明他们的队内语音沟通做得很到位。第一时间没秒掉 Barry 就应该想撤退的事儿了，有点恋战。倒下了上中之后，现在只剩下下路双人组和打野。2V 也是非常果断的过来动大龙，没有视野呀，看不了，直接放，直接拿了。拿下大龙了之后，开始自己的推进计划。看一下这个龙王啊，而且3-0三件套，在大龙 buff 存续期间，他们可以去控到第3条的小龙，防止 ACE 把龙魂拿到。这一波的节奏虽然是找了一个 ACE 的漏洞，但该说不说，2V 真的就是这个机会找得太好了。那不只是漏洞，这把漏洞撕出一条大口子了。有大龙之后，上路的兵线也能带。就像你说的，20秒之后的这个小龙能不能成为 ACE 龙魂是最关键的。但是有大龙 buff 的话，正面兵线推进去了，他们是没有办法过来看龙的，除非就是孤注一掷，我就要过来跟你争这个龙，不好往前挤，那会有可能掉高地。那有看一下中路先过来找机会，终于锁到对的人，没有金身了，这一波被锁到了之后，但控制时间还是走了，控制时间稍微短了一点点，队友跟不上，而且龙王反身的大招去砸了一下，直接把滔滔兔的大招憋了出来。正面赵信很肉，第一时间扛住所有的伤害，而且配合着队友是激活掉了开。尾巴还有金身，张哥又举进去，一波提节奏，一波提节奏，要掉高地了。老司机只能去。哎，不对，这要一波了，正面再撞起，哪怕是一个狗神也扛不太住，有一个护盾，但自己好像还是扛不了啊。要打出第2条命了，但是这个兵线带着大龙 buff 很难清。自己交掉自己的人头去配合着队友收下了老司机，并且推掉了基地。恭喜2V 2-0，干净利落带走对手。峰回路转一瞬间，一切的一切就要从那一波想要去越一下孤身守中路塔的 EZ 开始说起。在塔下的一个 EZ， 一个金身拖了太久的时间了。这一波包括后面的那一波团战也是休想去锁，虽然成功锁到Barry，但是没有击杀的能力。还是恭喜2V啊，在这局比赛当中，就虽然前面打的都非常的稳定，7分钟才爆发了第一滴血，是的，但后面好像2把你觉得有点像，就是好像在前期2V打的稍微好一点，然后打到中期的时候 ACE 突然支棱起来，对支棱起了一大波，然后莫名其妙有一个机会被2V 找到了之后，直接翻盘一波。有一个想吐槽的点就是。你为什么这个修的青钢影一直在对这个 Barry 使劲儿呢？你是不是抓龙王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因为龙王没有漏位置，然后 EZ 个人守中线嘛，然后他们从野区里面集合过去包他，速度肯定更快一些。不过我是觉得最后一波他跟队友好像距离有点拉得太远了，他的最后通牒踩上去了之后，其实有控到 EZ。但是控完了之后，队友赶过来的时候，只靠他一个人伤害灌不死，他伤害不够，然后队友又没有那种远程的技能，第一时间跟过去打伤害的。然后你说的那一波，他后面还有一个更细的一个点，就是奥恩的那个羊，他撞的是面前的这个扑进来的小生，他没有选择去撞更多的人，他选择的就是最能去切后排的那个人。他选择的是虽然我人撞少点，但是我能最好的去保后排，那波也蛮关键。保到了，然后最后一波风卷残云，就是青钢影倒了，所有兄弟们就后续一个接一个全倒了。2V 更多的是赢在经验，但是该说不说 ，ACE 的小伙子们操作还是在线的，确实操作绝对是在线的，只是可能还需要再增加一些自己的经验值吧。然后你别说，就张哥的这一局状态跟上局也比较像。
就是你该有用的时候我能打出伤害，但是确实好像也给对面找到了几波机会，就像 AZ 起势的那几波都是打的那个点。我记得啊，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有人说今天预测3个2比0，现在第一个2比0已经达成了。来看一下赛后数据面，这把结束的很快，15分40秒就结束了。输出的最高点是龙王的24900，可能也是因为打的时间不够久吧，因为太快了嘛。龙王和 EZ 还没有打到足够的输出，反倒是你看小张，确实，对，虽然前面被各种针对，但是打的伤害真的很可观，23000。感觉2人9的镜头就是他自己中路那波天破砸了非常多伤害，但 Barry 一直在不断的 poke， 所以这2个人的伤害是持平的。包括小张有非常多的关键的这个伤害打出来嘛，没毛病。小生发挥其实这局还不错，但是没有给他后面太多的空间嘛。反正打的也是零零散散。哎，2连 MVP。只有1票没有给到，霍胜峰俱乐部是给到了中路，中路没问题嘛？没问题啊，2人9打的是好，是吧？确实好，而且9哥刚过来之后，就确实票多给他点儿也问题不大。4-3-4，19的伤害占比73参团率，伤转142%。这把的赵信，我感觉他强是强在前期虽然没节奏，但是中期打团的时候，你发现他可以锁住。你看他这个出装，纯暴力出装，就是自己也是一个肉坦战士，不断往前冲锋。他的这个收割能力比较强，在下路有一波，他甚至说是自己残血的，还跟对面换了一个。对，这波是豹女的高光。对，被老司机顶到了之后 ，EZ 走出去的时间有点晚。这波张哥打的就很好。因为小生进场把 EZ 切掉之后，然后张哥直接把豹女给锁在原地了，而且他在留 AD 嘛，当时对，配合着灰吧，塔下留了2个人，就在这个时候，想对最肉的狗神动手，你别说前面伤害还真够，但是豹女来的比较快，而且这波也是，你看对，交闪换了，很关键的。布隆挡过1次哦，这个我还是有印象的。布隆挡过1次，没收过羊，对，没收过1次羊。但确实是有点问题，因为你这个英雄拿出来就是用来 counter 的。对，这波就是来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我是感觉比赛里面，其实我们经常能够看到那种，就是对面先选完了这个英雄了之后，他留给你这个 counter 英雄，但这 counter 英雄本身他不厉害，他只是打对面的那个英雄厉害，那就是设了一个小陷阱。然后这个英雄布隆吧，可能也是属于那种很难有高光，但是他如果说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话，很容易被人发现的，对吧？他的定位是那样的，就是吃最多的苦，但是就哪怕有一个小的错误，就可能会激活比较大，而且出场率不高的英雄也容易存在那种手比较生，这把很明显看得出来，确实挡羊挡的少了一点点，没有做到那种比较有效的 counter。但你说你拿其他位置的辅助，你可能作用也不会像他那么大了，因为这个你在板子上面对面有 EZ， 包括有 poke 属性比较强的英雄，布隆确实是一个比较优的选择了。没办法了，这个已经算是好选择。好选择，对。而且这局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出来，霞这个英雄当前版本处境的一个尴尬点，他自保能力是强，但是他的有效输出没有办法打得特别高。那就要说出即将推出的下一位新英雄，我比较期待的云阿娜了。可能感觉在这板子上看看能不能改写一下，像现在 AD 英雄比较少能掏出来的窘境，也合理。现在打 BO3 是足够用的，但是不知道打到 BO5 的时候，如果说班位上面稍作手脚，是不是会逼着一些不是特别优质的英雄出？那还是得多做点手脚。对的。后续再看吧。感觉这一局的比赛 ，ACE 明显能感觉到第一局它是一个就支棱速度比较快，然后第2局也会有一些高光时刻的一个队伍。就总体你刚打咱们职业联赛的时候是有非常大的提升的，但其实他们在就拿到优势之后，或者说你怎么样更快拿到优势这一点，还是要做得更好的。而阿威就给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答卷嘛，就不管是在前面找机会，还是后面我怎么样经营团战，都做得非常教科书。而且他们抓机会能力真的一流。再一次恭喜二威拿下这一胜场了，周子也来到了6-3的一个战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七姐来看看我们的赛后采访。好的，也是非常感谢2位解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赛后评述。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采访席来。有请到2位选手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也先问一下吧，2位选手，因为今天其实赢下的是2-0嘛，非常的干脆利落。然后此时此刻，我们也觉得 RV 的积分往前更进一步了。现在心情怎么样呢？心情挺好的，很淡定。还可以吧。
还可以。好的，那我们也问一下问题吧。首先先问一下 Barry 个人的一个问题吧，因为今天比赛开始前呢，其实给到的一个数据面板有你的个人的一个数据啊。我们看到其实你的参团率好像比起其他队伍的选手稍微低了一些，是一个58%。但是我感觉 Barry 他只打关键团，有你的关键团好像都是赢下了。然后我觉得这个58%的这个数据，你觉得是你整个队内的风格更偏向中上野的联动，还是有什么独到的原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教练跟我说，玩 AD 前期就防守等打团就行了，就让我帮队友防守就行了。OK， 主打一个听教练的话，确实也能感觉到反哺到我们今天的赛场上有一个很明显好的发挥啊。好的，那我们回到比赛一点吧，因为今天其实双方的第2把比赛是真的是打得有来有回，甚至我们感觉对方在前期的优势会更足一点。但是我们看到最后期的一波是对方直接是在中路打你们的 EZ， 然后呢你们反手一波打赢了团战，然后这个也是提到我们之前的关键团的嘛。然后想问一下两位，当时队内有什么样的沟通在那波团？就小张说他有贴，然后我是说那尝试一下吧，然后就山羊打装备就刚预购了个金身，然后就开了个金，然后把他们骗进来了。哦，主要是一手就是深入敌阵啊，诱敌进来，然后拿下那波团战。那安然九，你当时在做什么样的处理呢？只能说听他们的吧 ，AD 打得太好了，AD 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啊。好了，那也问一下两位，要不要给今天的对方打一个分？觉得今天的对方发挥的怎么样？老九肯定90分啊，2把大法师打团都很 C。确实看到这个法师的输出在几波的团战里面都打满了输出啊。那安然九呢？给我们的 Barry 老师打多少分？满分嘛，只能说卖的太好了。哦，卖的太好嘛！但是还是那句话 ，Barry 只打关键团。好，那我们也不得不说一点，就是明天要遇到的是我们整个联赛里面未尝一败、排名第1的 FP 战队了。其实这支战队确实整体的处理啊，或者比赛的状态给我们感觉非常好。所以我们有没有什么准备，或者有没有什么狠话要提前放一下？就正常打吧。放平心态，正常打。安然者呢？随便打打。随便打打。好，我们也是非常期待明天的这场对决。好的，那我们的赛后采访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们稍事休息，精彩比赛马上回来。